里面到底出了什么情况？蛮荒方面，那些地位尊高的炼魂师一个个心惊肉跳，在纷纷退后时，一个个满脸震撼。那种大地坍塌形成的威力，修士在其面前如同蝼蚁。在这双方众人紧张骇然时，地宫第3层，也就是白小纯所在的藏宫，此地一样出现了崩溃。准确说，或许这藏宫才是这一切坍塌的源头所在。此刻，在白小纯拿住手镯的一瞬，这整个藏宫猛地震动，四周的那角落里的雕像传出咔咔之声，出现了一道道裂缝，甚至有一个雕像的头颅都轰的一声掉落下来，使得地面在这颤抖中出现了如蜘蛛网般的裂痕。四周的墙壁一样这般，一道道巨大的裂缝瞬间出现后，这祭坛也都不稳，仿佛天地摇晃，尤其是上方的那条金色光龙，此刻也都扭曲，甚至更上方的藏宫天棚，此刻也都有一个个石块脱落下来，砸在地面上，传出轰鸣声，还有阵阵灰尘一缕缕的落下。这一切无不说明，这藏宫似乎要崩溃坍塌。白小纯面色一变，这一切太突然，他之前没有丝毫准备，此刻心底咯噔一声，正要退后，可就在这时，在祭坛的左侧靠近角落的方向，有传送之光猛地闪耀，随着光芒的出现，其内飞速的就冲出了一道红色的身影。这身影刚一出现，似对这四周的坍塌茫然，在半空停顿下来。就在这时，其背后的一座雕像大半的坍塌下来，猛地砸去。可那红色的身影只是袖子一甩，轰的一声，那100丈大小的雕像竟直接崩溃成了数百上千块，四散开来时，从那尘土内，红色身影急速而出，竟直奔此刻祭坛上的白小纯而去。红尘女，白小纯面色陡变，立刻就看出了这被传送进来的红色身影正是蛮荒的天人红尘女。红尘女面色阴沉，双眸内露出怒火。她对于之前的一切不清晰，在完成了试炼后就被传送到了这里。刚一进来就看到了四周的坍塌，一时搞不清楚什么状况，有些茫然。可当他看到白小纯后，尤其是看到白小纯手中还没来得及放入储物袋的蓝白手镯以及其内的天人魂，他猛地就明白了一切。自己不是第一，白小纯才是第一，抢在自己前面，已拿到了天人魂。放肆！红尘女，也是你叫的？白小纯，你敢抢藏宫遗宝，找死！红尘女眼中杀机毕露，声音带着刺耳的尖锐，落在白小纯耳中后，如同一把利剑穿透耳道，直接轰入他心神中。白小纯如被重锤砸在了身上，踉跄退后时，嘴角溢出鲜血，面色苍白，一股彻骨的寒气直接从他的后脊梁骨升起，冲入天灵，使得他全身一阵哆嗦，双目收缩，那种感觉是死亡就在眼前，下一刻死亡就会到来。完了完了！白小纯脑海嗡的一声，他很清楚蛮荒的人对自己的仇恨有多大，此刻脑海里更是浮现出之前长城外战场上红尘女那宣布追加悬赏的一幕，以及当时看向自己时仿佛要吃了自己一样的眼神。白小纯身子颤抖，在这危急关头，他脑海出奇的急速转动，余光看到了石碑，内心猛动，毫不迟疑的右手抬起，在那石碑上狠狠一抹。他抹去的是那一行提及有诅咒的文字，可在红尘女看来，白小纯的举动分明是要抹去这石碑的全部文字。红尘女目光一缩，右手猛地抬起，向着白小纯这里蓦然一挥。这一挥之下，一股风暴凭空出现，在白小纯四周直接炸开。红尘姐姐，你听我解释！白小纯惨叫一声，喷出鲜血，身体被直接卷出。不过因他距离那石碑太近，已成功将那一段小字抹去。此刻他话语里满是讨好之意，他没办法呀，那毕竟是个天人。几乎在他退后的刹那，他之前所在的祭坛就在红尘女那一拍之下直接崩溃，化作无数碎块，向着四周横扫开来。其中有一些砸在了白小纯身上，白小纯喷出鲜血，面色苍白，头皮都要炸开。杀人了！白小纯心都哆嗦了，狂奔躲避。一想到自己居然与红尘女独处一室，而对方明显如同暴龙一般，如今狂性大发，自己脆弱的如同小白兔，在对方那暴力的摧残下，说不定连成为残花败柳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小命就被玩没了。一想到这里，白小纯顿时再次惨叫起来，恐惧无边。他此刻甚至都后悔了，不该进入这里拿天人魂，后悔自己之前炼灵时太过投入了，居然一不小心拿了第一。希望这红尘女好奇心强，会去关注我之前的举动，继而要去将这石碑毁去。白小纯内心祈祷，口中惨叫不止。我不是故意要抢你第一的，红尘姐姐，你别误会。白小纯颤声开口时，轰鸣滔天，他身后祭坛崩溃，那漂浮的石碑也在这一刻出现了裂缝。眨眼间，红尘女的身影出现在了石碑旁，目光一扫，在看到石碑上文字的瞬间，红尘女身体猛地停顿，以她的修为，此刻呼吸都不禁急促起来，目露奇光，显然是被上面的内容撼动。眼看红尘女被那石碑的内容吸引，白小纯赶紧急速后退，他心脏狂跳，眼泪都在眼圈里了，急速的去寻找出口。可这藏宫虽处于坍塌中，但却没有任何出口存在。该死的，出口在哪里？这里一定有出口，
二代魁皇既给予天人魂，自然是要给出活路的，不然的话，他又何必给天人魂？白小纯焦急，双眼赤红，眼看自己找不到出口，他低吼一声，速度猛地加快，竟直接展开了不死境，试图以不死境那种可以融入天地穿梭阵法的力量离开这里。此境他之前在迷宫内也尝试过，可却失败。如今看到此地崩溃，白小纯焦急中只能一试。可就在他展开不死境，向前一步走出的瞬间，红尘女冷哼一声，目光从那石碑上挪开后，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的方向猛地一挥。想跑！这一挥之下，立刻一股天人之力轰然扩散，仿佛是取代了这藏宫内的天，形成了一个封印般的结界，锁定白小纯的身影，狠狠一抓。这一抓之下，正在施展不死境的白小纯身形一垮，仿佛是被一座座大山砸在了身上，甚至还有一种似乎自己被这四周虚无挤压的感觉，全身骨头都在发出咔咔声，惨叫中喷出一大口鲜血，他的不死境也都直接被打断。好在他皮糙肉厚，此刻挣扎中扔出大量炼灵后的法宝，操控这些法宝瞬间崩溃爆开。这些法宝足有数十件之多，里面最少的也是炼灵3次，最多的到了6次，齐齐自爆，顿时就形成了风暴，向着四方轰隆隆的扩散，这才撬动了四方，使之松动。白小纯玩命狂奔，猛地后退，离开那片区域时，他身体颤抖，仿佛刚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急忙高呼：“红尘姐姐，这天人魂我给你行不行？有话好说。”红尘女转头看向白小纯时，她没有多想，虽注意到了白小纯抹去的那一行字迹，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可她同时也看到了其他地方也有被抹去的痕迹，但却并不影响她对于这石碑内容的理解。尤其是看到天人魂的正确使用方法后，就算是她也都心神震动。此事她在之前也都不曾听说，如今目光一闪，此事她既然知道了，就自然不能再让其他人知晓。于是右手在身后一拍，轰的一声，那石碑在他一拍之下崩溃碎裂，连同其上的文字成为飞灰。晚了，红尘淡淡开口，身体微晃，直奔白小纯杀那而来。天人魂是其一，灭口是其二，对白小纯的厌恶是其三。无论哪一个，他击杀白小纯都毫不犹豫。27号到2月3号，起点有发红活动，我也会参与，给大家发红包。到时候起点官方会翻倍，希望大家在这几天中可以红包拿到嗨。不过活动要求，这个红包是需要口令的嗨嗨，口令就相当于密码。我的口令实在太肉麻了，我都不好意思说。那个你们去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吧，回复口令2字就可以看到了。关注我公众微信的办法是打开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 Urgent Wiki， 也就是耳根崛起的拼音，里面有2个，一个名字是耳根，这是真的，另一个无耻的将名字也都改成 Urgent Wiki， 这是假的。没办法，假的太多了，我投诉也没用。可就在那石碑被红尘女拍碎的刹那，似乎触动了某种静止，上方那正在缓缓消散的金色光龙竟双眼猛地睁开，在睁开的瞬间，这四周墙壁上那一处处小孔内透射出来的光急速地改变了方向，竟在这正在崩溃的藏宫内不断地扫过。而那条金色光龙也因这些小孔内射光的改变消失无影，整个藏内眨眼间就五光十色。那些射光急速变化，其中有不少射光碰到了红尘女，竟让红尘女面色一变。那射光似有腐蚀之力，使得红尘女的衣着急速的融化，露出了白嫩的皮肤后出现了红点。那红点似飞速的腐蚀，需修为去化解才可，且一切法宝似乎都无法阻挡。甚至红尘女甩袖间试图去毁灭这些小孔，可却不但无法做到，甚至引来了更多的射光。这一切让红尘女闷哼一声，急速避开。白小纯一愣，他没心情去看红尘女的娇躯，注意到这射光也有不少扫过自己的身体，可对自己的伤害微乎其微。诅咒，这就是诅咒。我虽也抹去了一行，可显然与这红尘女比较，她才是罪魁祸首啊！魁皇英明。白小纯精神一振，内心得意的奉承道。可还没等白小纯高兴太久，红尘女竟全身散出红雾，直奔白小纯而来。那红雾在这一道道射光下飞速缩小，可依旧能支撑红尘女在这藏宫内对白小纯强行击杀。这一幕让白小纯双眼猛地收缩，尖叫一声：“二代魁皇，你这诅咒不行啊！”白小纯内心哆嗦的埋怨，速度再次爆发，这一次是彻底玩命般，将速度超常的发挥。轰的一声，他身体化作残影，在红尘女临近的瞬间，显之又显的急速避开。看似避开，可红尘女身为天人，她的出手哪怕只是掀起的气势，也绝非白小纯这金丹大圆满可以对抗。轰鸣中，白小纯再次喷出鲜血，目中露出绝望。他找不到离开这里的出口，在这里他必死无疑，速度不慢。红尘女冷冷地看了白小纯一眼，猛地一步走来，这一步仿佛缩地成寸，似乎可以直接出现在白小纯的面前。白小纯全身汗毛耸立，惨叫中再次后退。可就在这时，突然的这藏宫猛地摇晃，比之前还要剧烈太多。在这摇晃中，四周所有的雕像都崩溃开来。更是在这一瞬，
一股传送之力居然从这藏宫里无形的扩散开来，似乎有一个传送阵正在展开。不仅仅是藏宫这样，这一刻，在那试炼之地，在那迷宫里，传送之力无处不在，仿佛正在酝酿，怕是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真正开启。而一旦开启，就会将这里的一切存在全部都传送出去。显然，这就是出口。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出口是生机；可对白小纯来说，这样的出口如同死亡一样，因为在红尘女的击杀下，他根本就没把握坚持到传送开启。这传送之力的出现，干扰了四周的虚无，使得红尘女的缩地成寸被打断。他也察觉到了在这藏宫内传送阵的开启，目中露出果断，向着白小纯再次一步走来。只是那一道道射光对他影响不小，尤其是落在身上的红点，更是时刻刺痛，必须要分出修为去压制化解，否则恶化后将对他极为不利。此刻不得不再次散出红雾，击杀而来。白小纯此刻如困兽，借助这个机会，他赶紧取出多枚神虚丹，放在嘴里，再次退后。可他的速度哪怕再快，于红尘女的一步下，依旧太慢。眨眼间，红尘女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蓦然一指。这一指看似轻描淡写，可却蕴含了一股绝灭的杀意。这一刻是真真正正的生死危机。白小纯双眼赤红，牙眦欲裂，在这生死关头，他猛地发出一声豁出一切的咆哮。他知道自己无法后退，此刻只能拼命。白小纯明白，自己眼下唯一的生机就是拖延时间，只要能拖延到传送阵开启，自己的小命就很可能保住了。我和你拼了！白小纯怒声吼道。不死长生功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展开，不死金皮，不死金刚，不死金。齐齐施展后，他右手抬起，向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红尘女，直接两指狠狠地捏去，正是他的碎喉锁。轰鸣中，白小纯的惨呼传遍四方，他的右手竟被红尘女一把抓住，嘴角带着轻蔑，狠狠向上一掰，咔嚓一声，居然将白小纯的右手两指直接掰断。袖子一甩时，一股大力传出，轰在了白小纯的身上。任凭白小纯的不死长生功如何强悍，可在这修为的压制下，他的全身立刻噼里啪啦地传出砰砰之声，骨头碎裂，血肉绽开，不死长生功竟被直接轰开。白小纯瞬间就重伤到了极致，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倒卷。果然皮糙肉厚，竟还有口气。红尘女冷笑，一晃之下，正要过去灭了白小纯这最后的生机时，白小纯哀叹一声，感受到自己如今的伤势之重，生命之火都要熄灭。身体在被抛出时，他一口咬碎嘴里的所有神虚丹，体内热浪刹那爆发，席卷全身后，他的伤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刹那恢复。在恢复的瞬间，红尘女已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边，一指就要落下。白小纯全身修为猛地爆发，双眼赤红，甚至眼角鲜血裂出，大吼一声，体内的寒气不要命的全部爆发出来，连同自己的灵力也都没有丝毫去节省的统统释放出来。眨眼间，他四周寒气滔天，咔咔声下，这整个藏宫直接成为了寒界。与此同时，白小纯来不及多想，猛地转身就要逃遁。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就在白小纯寒气扩散的同时，红尘女凤目露出轻蔑，她看出了白小纯要拖延的想法，可她有足够的自信，以自己天人之力，若还让白小纯拖延成功，那么她可以去一头撞死了。此刻眼看寒气扑面而来，红尘女抬起的一指丝毫不变，猛地落下时，轰的一声，这四周的寒气竟在碰触红尘女的瞬间自行的溃散开来，层层崩溃后，她的手指似穿梭了虚无，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正要彻底击杀。但此刻他四周的红色雾气消散太快，那一道道射光犀利无比，瞬间临近，逼得红尘女不得不分心，再次施展红雾。而随着身上红点的腐蚀与蔓延，她要再分出一些修为去化解。如此一来，此刻能施展出的击杀白小纯的修为只有3-4成左右。白小纯眼角满是鲜血，无法闪躲之下，怒吼中竟悍然发动了撼山状。轰鸣之声在这一刻惊天动地，白小纯痛嚎一声，身体被狠狠地抛出，直接就撞在了墙壁上，全身骨头几乎都碎裂，生命之火摇晃，似乎要熄灭。可眨眼间，因白小纯之前咬碎了数枚神虚丹，他体内热浪磅礴，受伤的身体竟在这一瞬再次恢复过来。在红尘女临近的瞬间，白小纯猛地闪避开来，那生龙活虎的样子让红尘女首次皱眉，冷哼一声，收回了一些去压制红点以及释放红雾的修为，向着白小纯狠狠一拍。我就不信，直接将你拍死，你还能恢复？这一掌在落下的刹那，幻化出了一个巨大的掌印，向着白小纯这里直接按下，所过之处虚无扭曲，一股天人之力在内猛烈的爆发出来，比之前要强烈了太多。红尘老女，你白爷不是那么容易死的。白小纯厉呼一声，在那掌印来临的刹那，他猛地右手抬起，瞬间永夜伞出现，9道银纹触目惊心时，这永夜伞被白小纯直接撑开，其上那诡异的笑脸也随之幻化。
没有停顿，在拿出了永夜伞后，白小纯直接就取出了无数的符箓，全部贴在了身上。他此刻脑海里一片空白，唯独存在的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拖延时间。就在这永夜伞被撑开的刹那，巨响惊天，红尘女的掌印蓦然而来，直接就落在了永夜伞上。轰鸣中，这把永夜伞发出仿佛无法承受的咔咔声，伞身直接出现了碎裂，就连那鬼脸仿佛也都惨叫起来，伞柄更是出现裂缝，整个永夜伞似要被拍折。巨响中，此伞倒卷，白小纯喷出鲜血，来不及心痛，立刻将伞收起，身体后退时，那些符箓随即被他激发，猛然间就形成了惊人的光幕。这光幕的厚度之大，似乎这地宫都无法容纳，直接扩散四方，与红尘女的掌印骤然间碰到了一起。轰轰轰轰，符箓一张张急速的崩溃，光幕也骤然的层层碎灭，红尘女的掌印也在飞速的暗淡。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当最后一张符箓崩溃后，红尘女的掌印已缩小暗淡到了极致，落在了白小纯的身上后，白小纯喷着鲜血倒退开来，体内的神虚丹热浪一扫，伤势顿时恢复。这一切看似简单，可实际上以那些符箓的价值，换了白灵也都会心痛。这完全是用钱来堆积的一次抵抗。白小纯面色苍白如纸，身体骤然后退，展开全速要去绕圈拖延时间，口中也不闲着，怒吼不断：“红尘贱人，你白爷爷不好杀吧？你给白爷爷等着，等我半神的那一天，我要找你报仇！”该死！红尘女这一次真的怒极，她几次出手，居然都无法击杀白小纯。眼看着四周的传送，明显的又运转了不少。红尘女目中杀意弥漫，体内红雾猛然间爆发开来，竟形成了一大片红色的风暴，直接扩散四方，向着四周墙壁的那些小孔钻去。刹那间，竟堵住了这些小孔。哪怕这些小孔内的红雾正在急速消散，可对于红尘女来说，她要的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只要将这些让她越发心惊的射光堵住，她才可以收回更多的修为，去灭了这厮打不死的白小纯。且她也早就看出，这射光对白小纯的影响微不足道，可偏偏对自己杀伤力不小，也自然明白了自己中了白小纯的诡计。那被白小纯抹去的文字，一定有关键的提示。此刻在堵住这些小孔的瞬间，红尘女双眼闪动，向白小纯那里猛地一步走去。脚步落下时，她四周的虚无轰然凹陷，随着凹陷，仿佛化作了一张森森大口，欲要吞天噬地。一股巨大的吸力传出，使得白小纯身体无法自控，直奔着大口来。白小纯魂飞魄散，尖叫中，他双手猛地掐诀，向着那森森大口一指：“水泽！”话语一出，整个地宫的大地猛然间扭曲起来，出现了无数的水汽，飞速的就形成了一片水泽。更是在这水泽内散出了一股惊人的气息，这气息充满了远古，在散开时，仿佛影响了这里的时空，使得这片水泽之地如同化作了远古的大地。红尘女目光猛地一缩，就在这时，白小纯的声音再一次疯狂的传来：“国舵！”白小纯已经拼命了，随着他话语回荡，顿时一根根如山峰般的利刺从水泽的地面猛地钻出，冲天起，直奔红尘女而来。与此同时，白小纯咬牙之下，身体一跃飞起，大吼一声：“人山诀！”轰鸣间，他的身体在这一刹那直接化作了10丈高的石人，随着水泽国度的利刺，向着红尘女直接杀来。水泽国度一出，红尘女也目露其芒，可很快就冷笑一声：“挺玄妙的术法，不知这是哪个宗的守护神兽？可惜你还无法将其召唤出来。不过你也没机会了，我就先灭此兽，再杀你。”话语间，红尘女右手抬起，掐诀间竟有血色的雾气从她手中爆发出来。这雾气眨眼间就化作了一把红色的长枪，被她一把抓在手中，并非刺向来临的山峰巨刺，而是向着地面水泽那里狠狠的一刺过去。轰鸣之声滔天而起。那红色的长枪居然直接穿透了水泽地面，似乎穿梭了虚无与空间，竟出现在了水泽下的世界里，化作了一杆惊天之强，竟是攻向那水泽国度内白小纯也都看不到样子的凶兽而去。一声愤怒的嘶吼猛然间从水泽内传出，轰鸣间，红尘女的红色长枪寸寸碎裂，直接崩溃，连同她术法形成的森森大口，此刻也都如被撕裂成为碎片的同时，那地面的水泽内竟有5座比历次山峰更惊天动地的巨峰轰然而出。那5座巨峰并非直立，而是弯曲，仔细一看，那根本就不是山峰，而是巨兽之爪，只不过太大了，仅仅是指甲就堪比山峰一样，似被红尘女的举动惹怒，居然要从那水泽国度内伸出，可白小纯的修为根本就无法支撑。在那爪子要冲出的刹那，白小纯喷出鲜血，惨叫一声，体内的修为与生机差点被抽空。他清晰地感受到，就算自己吸成了人干，也不够那爪子伸出所用，吓得他不得不结束术法，使得水泽国度消散开来。红尘女面色巨变，身体一晃，踉跄的退后几步，神色内露出吃惊与骇然。这是什么兽？白小纯一样面色苍白，他知道自己的水泽国度很厉害，可却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只是一想到这巨兽厉害的
差点一爪子就将自己的生命都吸干后，白小纯也都哆嗦了一下。他很担心哪天一不小心自己在施展水泽国度时，小命被吸没了。他更郁闷的是，这红尘女吃饱了撑的，居然要对那巨兽出手，这不是疯了吗？若是好好的去打那历次山峰，自己不但不会有事，甚至那历次还可以帮着自己阻挡一下红尘女，更可配合自己的人山诀。可眼下水泽国度没了，白小纯化作的10丈10人进退两难。就在这时，这四周墙壁上那无数的小孔内的红雾，此刻也都消失，一道道射光急速而出，有不少直奔红尘女而来。眼看如此，咬牙之下，白小纯怒吼一声，知道人山诀时间有限，此刻如同一颗陨石，向着红尘女轰然砸去。红尘女也从巨兽带来的震撼中恢复过来，眼看四周射光临近，她内心恼怒，若非是这些射光，她要击杀白小纯，岂能如此麻烦？这些射光诡异，她身上的红点越来越刺痛，必须要时刻去压制，一旦松缓，怕是会留下无法逆转的后患。且这白小纯皮糙肉厚的同时，身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少，竟能坚持到现在。红尘女冷笑一声，看向白小纯时，她目中杀机再起。没多少时间了。红尘女猛地深吸口气，竟在这一瞬放弃了去压制体内的红点，甚至都放弃了维持红雾。右手抬起后，掐诀间，她的手中红雾凝聚，竟再次形成了一把红色的长枪，猛地一甩，直奔白小纯。这一枪才是她真正的天人之威。就在她施展红色长枪的瞬间，白小纯在半空中，他的手上此刻赫然出现了一支剑，那是炼灵11次的火魂剑。在剑身显露的瞬间，他以身体为弓，以手臂为弦，狠狠地将此剑向着红尘女用了全力猛地扔出。这支火魂剑掀起阵阵破空之声，其上经文刺目惊心，眨眼间就与那红色长枪碰到了一起。这一刻，比方才还要强烈的轰鸣震天回荡。红色长枪气势如虹，原本火魂剑无法阻挡，可在这一刻，白小纯毫不迟疑地大吼一声：“爆！”轰鸣滔天，火魂剑直接爆开，形成的冲击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开来，使得那红色长枪一顿，可也仅仅是一顿，就再次呼啸而去，直接穿透了火魂剑，摧枯拉朽，直奔白小纯而来。眨眼间，白小纯就与那红色长枪碰到了一起，声响传出，轰动藏宫，四周的墙壁、地面全部4分5裂时，白小纯化作的10丈巨人寸寸碎裂，砰的一声直接爆开，露出了里面喷出鲜血的白小纯的身影。他的面前还有一口龟纹锅，此刻正躲在龟纹锅后，鲜血狂喷，倒卷而退。虽没有死亡，可身体内的5脏6腑仿佛都要4分5裂，骨头也好，血肉也罢，都要崩溃，已然是油尽灯枯，身体在这大力下倒卷而去。白小纯苦笑起来，目中露出了绝望。他知道，方才那一瞬，若非是龟纹锅，自己必死无疑。那毕竟是天人，而他体内的神虚丹热浪已快枯竭。挣扎中，白小纯再次取出了一枚神虚丹，一口吞下。这是他储物袋内最后一枚了。这一枚吞下后，他若再有了伤势，无法瞬间恢复不说，甚至没有了神虚丹的持续恢复，他在那红尘女的出手下也必定毫无生机。而他这一战能用的手段几乎全部都用上了，可在那天人之力下，根本就是收效甚微。这红尘女欲杀自己之心强烈无比，毕竟无论是天人魂本身，还是天人魂的使用方法，又或者是蛮荒对自己的仇恨，任何一个方面都足以让那红尘女毫不迟疑地灭杀自己。同时，传送之力此刻在这藏宫内虽说已是飞速的扩散，可在白小纯的感受中，自己这么下去，怕是无法等到传送开启了。居然还不死，红尘女要抓狂了。她身为天人，击杀一个金丹大圆满的修士，虽有自身原因在，可几次三番竟还没有灭杀。这若是传出去，必定让外界轰动，匪夷所思之际，恐怕更多是对自己的耻笑。尤其是那口锅居然能阻挡自己的红色长枪，这让红尘女双眼一闪，一步走出，再次杀向白小纯。这一次，她在走出时，体内修为腾然而起，甚至在她的身后都出现了一尊巨大的法相。那是一个庞大的头颅，这头颅正是红尘女自己。天人施展法相与否，战力截然不同。不过法相施展耗费修为极大，一般都是天人之间斗法时才会展开。可眼下为了杀白小纯，红尘女着急中已不在乎了。眼看红尘女身后法相出现，白小纯惨然一笑中，双目内赤红一片，露出疯狂。没有别的办法了，眼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再坚持一些时间，或许可以等到传送开始，逃过这生死杀劫。虽这个办法会将我逼到绝路，可小命应该会保住。拼了！白小纯目的疯狂更为强烈，这些念头在他脑海如闪电般急速划过后，他已没有了其他的选择。在红尘女灭杀而来的刹那，白小纯大吼一声，右手猛地一拍储物袋，顿时他手中出现了蓝白色的玉镯。那玉镯内的天人魂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白小纯取出这玉镯的刹那，红尘女面色猛地一变，似想到了什么，怒吼一声：“白小纯，你敢！”
话语间，红尘女速度更快，轰鸣而来，右手抬起时，向着白小纯狠狠一拍。这一拍之下，似乎这藏宫内的一切气息都被红尘女吸来，融入到了手掌中。一击之下，仿佛凝聚了八方天地，向着白小纯碾压而来。她身后的法香一样瞠目圆瞪，随着红尘女的拍下，这法香也瞬息模糊而出，直奔白小纯。红尘贱人，这是你逼我的！白小纯恨恨道。在红尘女来临的瞬间，他没有半点迟疑，一把捏碎了手中的玉镯。在玉镯碎裂的同时，在其内那天人魂飘出的刹那，白小纯的目中露出决绝之意，双手急速掐诀，口中传出一声低吼：“天人魂，融！”几乎在白小纯开口的一瞬，那天人魂猛地直奔白小纯而去。在融入他胸口的刹那，红尘女的那一掌轰鸣而来，直接就落在了白小纯的身前，坍塌了虚无，崩溃了八方。白小纯喷出鲜血，头发衣物狂乱，面容凹陷扭曲，甚至可以看到他的血肉都在这一刻急速的被剥离出去。可同时却有一股惊人的波动，在这一刻从白小纯体内猛然爆开。随着爆发，他的身体竟出现了重叠的虚影。这虚影出现后，竟猛地分开，仿佛有一个人从白小纯的身体内一步走出。此人的样子与白小纯一模一样，天人魂分身。红尘女目中满布杀意，声音尖锐。这身影正是白小纯的天人魂分身。这分身刚一出现，竟具备完全的修为，与白小纯自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此刻出现后，他一把就抓住白小纯的本尊，闪身挡在了白小纯本尊的身前，以自身之力去抵抗来自红尘女的怒火。瞬间，白小纯的这具分身就一样血肉模糊，可却咬着牙，疯狂地随着白小纯的本尊一起急速后退。与此同时，白小纯的本尊没有半点停顿，在这危急关头，在这生死一瞬，在红尘女那里的怒焰高炽之下，他竟再次一拍储物袋：“你奶奶的，老子既然吸了天人魂，一个也是吸，两个也是吸，和我玩？你家白爷爷玩死你！”白小纯咬牙中神色狠厉，取出了杜灵飞送给他的天人魂，毫不迟疑的将其直接拍在了胸口，按照天人魂的使用方法，蓦然一吸。这不可能！这一幕被红尘女亲眼目睹，她睁大了眼，脑海在这一刻都嗡鸣起来，带着难以置信与不可思议。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白小纯那里居然还有额外的天人魂。该死！红尘女简直要发狂了，挥手间，她的掌印就要崩溃一切，在这碾压下，要去将白小纯的本尊与分身全部彻底摧毁。可就在这时，白小纯本尊的身体重叠再现，就在其本尊与水分身无法坚持，已经血肉大量模糊，甚至生命之火就要熄灭的瞬间，白小纯本尊体内直接冲出了第二道分身，正是他的火分身。这分身一出，直接就站在了水分身的前方，凭着自身的修为与战力，大吼一声，全力阻挡眨眼的功夫，这火分身就鲜血狂喷，身体瞬间如要被抹去，血肉剥离，露出了骨头，甚至那骨头都在碎裂。可这么一耽搁，使得白小纯本尊这里没有被灭杀，依旧存在。两个分身又如何？给我死！红尘女有种被羞辱之感，她此番击杀难度之大，让她此刻都觉得匪夷所思。更让她觉得后悔的是，没想到白小纯这里居然有两个天人魂。若是她之前就知道，那么哪怕凭着被那射光重创，也要一出手就如现在这样的权利。可让她更没有想到，甚至脑海如有天雷炸开的是接下来的这一幕。在那两大分身全力抵抗保护白小纯本尊的瞬间，白小纯本尊这里在红尘女的目瞪口呆下，居然又取出了一个天人魂，一枚青色的玉石核桃被白小纯直接捏碎拍在胸口。在这第三个天人魂被白小纯吸收后，他的身体内第三尊分身木分身骤然而出，三大分身在前，齐齐阻挡那来自红尘女的手掌，甚至与本尊一起，四人同时发出震天之吼，吼声中充满了不甘，更多的却是不屈的挣扎。这一幕画面让红尘女觉得自己要崩溃了，荒谬的感觉充斥心神，甚至看向白小纯时，仿佛在看一个怪物一样。她做梦也想不到，白小纯的天人魂居然这么多，不可能！你有几个天人魂？红尘女声音都尖利起来，她是心痛，心痛到了极致，更有懊悔，懊悔到了肠子都悔青了。不管你有几个天人魂，就算你现在成就天道元婴，今天你也必须死！红尘女狂躁异常，此刻神色扭曲，声音尖锐，似乎气急败坏。她的法相猛地扩大，如化作了一轮太阳，向着白小纯那里轰鸣而去。此刻，白小纯的本尊与三大分身正在抵抗来自红尘女的那天人一掌，换了任何一个分身，在这一掌下都将形神俱灭。而眼下，三大分身与本尊一起对抗，虽还是必死无疑，可却使得这死亡的时间向后拖延了不少。也正是在这一瞬，这藏宫在这不断的崩溃坍塌中，四周的墙壁开始大范围的倒下。与此同时，弥漫在这地宫内的庞大的传送阵，此刻在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终于开启了。随着传送阵的开启，这一瞬，在这地宫内
不管什么范围，无论是迷宫，还是试炼之地，又或者是藏宫中所有存在之人，他们的身上都在这一刹那散发出了传送光芒。这传送阵在这地宫里无处不在，随着传送之光的出现，迷宫中那些生存下来的人们一个个都激动起来。还有试炼之地里，陈鹤天集合了所有人，虽轰破了那虚无的凹陷，可却没有想到，在那虚无背后，依旧还是一片虚无。可他们也不需要绝望了。随着一个个身体四周出现了传送光芒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大气，终于可以出去了。不过这传送阵如此庞大，这一次被传送会传送到什么地方？怕什么？我们本就是圣族，只要是在蛮荒内，在哪里都是一样。嘿嘿，说不定能被传送进通天世界里。这样的议论在这地宫中不断的出现，每个人都有些放松，在等待传送的开始。同样的，在藏宫内，白小纯的身上也在这一刻出现了传送光芒。红尘女也是这样，在白小纯精神振奋的瞬间，红尘女则是怒意瞬间爆发。她若是让白小纯真的逃出了这里，那么她自己都觉得自身没用到了极点，这对她而言将是这一生最大的耻辱。此刻心神似乎都被怒火点燃，声音也都凄厉起来。白小纯，你逃不掉！在这凄厉中，他的法相轰鸣而去，直奔白小纯，似要将白小纯连同他附近的一切全部碾成飞灰。前一瞬，传送光的出现让白小纯看到了自己坚持到了现在从而获得的希望。可下一瞬，随着那法相的呼啸而来，白小纯的希望顿时就仿佛风中摇曳的烛火一样，随时可能熄灭。我岂能死在这里？白小纯目中血丝之多，使得双眼彻底成为了红色。不但是其本尊如此，他的三大分身也都这样，一个个怒吼时，白小纯状若疯癫，其本尊仰天大吼。这一刻，什么修为，什么灵力，他都不在乎了，希望就在眼前，若熬不过去，他将身死道消。人山诀！白小纯本尊哪怕重伤，也依旧咆哮，身体轰的一声，直接化作了10丈10人。与此同时，一样的声音从他的三大分身口中也都传遍四方。人山诀，人山诀，人山诀！随着三大分身的开口，三尊一模一样的10丈10人同时出现。这4尊巨人在一起，向着那来临的掌印法相对抗的同时，又继续有怒吼悍然传出。水泽国度4尊10人竟齐齐掐诀，向着大地猛地一按。这一按之下，轰鸣之声撼天动地，藏宫的地面在这一刻瞬间就化作了一片水泽世界。甚至在这残破的藏宫边缘，更远的虚无中，在这一刻也都弥漫了水泽。因为这不是一个水泽国度，这是4个，而4个水泽国度因其同源，所以在施展后并非叠加，而是蔓延看来，如同是将一个水泽国度的范围扩大了4倍。4倍的距离对于水泽国度而言意义完全不一样。在展开这水泽国度的刹那，一声似乎从远古传来的兽吼直接就从地面的水泽中猛烈的传出。仅仅是声音就让红尘女面色一变，这声音并非只在藏宫内回荡，甚至都传入到了试炼之地，传入到了迷宫中，使得这一瞬听到这兽吼之人极多。我的本命之兽，出来！白小纯仰天狂吼，声音都有些嘶哑，身体颤抖中，他的修为与生机在这一刻疯狂的宣泄出去。与此同时，他的三大分身一样这般，在这咆哮中，从这水泽地面上出现的，居然不是如以前那样的利刺，而是出现了5座弯曲的山峰。这5座弯曲的山峰直接从这水泽地面上冲天而起，仔细去看，这也根本就不是山峰，这是一个其庞大的程度无法形容的巨大的兽爪上5根弯曲的黑色指甲。这5根指甲在冲天起时，甚至都看到了在这水泽地面上凸起的无数如大树般的黑色毛发，还有在那毛发下似乎藏着的青色的皮肤。只不过这爪子巨大无比，就算是水泽国度扩展了4倍，一样无法全部伸出，只能将爪子的指甲露出而已。在出现后，向着那来临的法相与掌印轰然倒下，直接拍去。这一幕若是定格为一幅画，必定令世人骇异非常。那5根爪子在刹那间与法相掌印碰触后，掌印首先颤抖，直接崩溃，被撕裂开来。而那如太阳般的法相，在这一刻也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使得那轰鸣巨响化作了一股狂暴的冲击，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横扫而去。瞬间，这四周残破的藏宫就直接彻底的崩溃爆开，化作了无数的碎块，激射远去，弥漫在了藏宫外漆黑的虚无中。甚至更远处还可以看到陈鹤天他们等人的身影，他们显然也都注意到了这里，一个个面色变化，纷纷心神震撼。白小纯的身体在这冲击下也都倒退而去，化作的10人层层碎裂，崩溃开来，最终露出了其内他的身躯。鲜血从白小纯口中喷出，他的三大分身已然化作白光，急速地融入到了白小纯的本尊体内。白小纯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三大分身都已被重创，水分身失去了半个身体，火分身的胸口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最惨的是木分身，只剩下了一个头颅。白小纯本尊此刻虽四肢完整，可伤势一样极重，全身骨头都碎裂，存在的血肉
不到一半，就连头骨也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仿佛随时可以爆开。这还是白小纯施展水泽国度前先展开了人山诀，有人山诀的防护，此刻虽再次被重创，可却没有立刻死亡。若是没有人山诀的防护，怕是眼下在那冲击中，他与分身都将灰飞烟灭。白小纯连惨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眼前有些模糊，此刻全身都无法移动丝毫。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命之火正在剧烈的摇晃，若能好好休养的话还好，以他的肉身之力还有恢复的可能，但眼下他实在是用尽了全部手段，再也经不起一丝一毫的风暴。远处，陈鹤天等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赵天骄与陈月山交集，陈鹤天瞳孔收缩，周一星也在人群内，神色激动。白小纯，你也有今天？周一星没看清白小纯有分身，不仅是他，旁人也都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此刻周一星正要狂笑，就在这时，突然的轰鸣之声在这藏宫内猛然传出，众人身体外的传送之光瞬间璀璨。周一星还没等笑声传出，身体就刹那模糊。他四周其他人纷纷如此，白小纯这里也终于等到了最终的传送时刻，他的身体刹那就模糊起来，眼看就要被传送走。白小纯一声凄厉无比的尖音从那崩溃的藏宫内传出，红尘女披头散发的身影猛地一步走出。大家30快乐，春节期间应该不会断更的。哎，我觉得我这人品真的已经是没话说了。为了读者大大们，奉献我的青春，所以有俺个人微信的，给个红包鼓励一下吧。嘿嘿，往日里绝美无双，容颜似吹弹可破，身姿凹凸诱人的红尘女，此刻狼狈不堪。她浑身颤抖，那不是受伤造成，而是愤怒。她在这之前无论如何也都想不到，白小纯居然如此难杀。此刻她全身上下都弥漫了红点，那是她扛着诅咒来击杀白小纯承受的代价，这对一个女子来说代价极大。虽然她有把握自己可以将这诅咒慢慢清除，可如今全身上下的痒麻与刺痛，让她整个人已然疯了。白小纯，红尘女尖叫一声，她对白小纯的恨此刻已然是刻骨铭心，不共戴天。尽管全身上下传送之光璀璨，身影都在模糊，可眼看白小纯居然还没死，红尘女目中露出疯狂，身体瞬间向着白小纯猛地一步走去。她要在这传送前将白小纯击杀。白小纯不死，她不安心。可以说，在这一次藏宫之事前，她虽厌恶白小纯，可大都是来自白小纯那具魂丹以及炸炉给蛮荒带来的损失与羞辱。另外就是之前那一战中，长城高塔真灵士放出的磅礴魂潮，使得他负责的这些年的战事总是不利，这才对白小纯有了杀机与厌恶。可实际上，在他的心里，以他的身份与修为，白小纯只不过是蝼蚁而已，早晚都会被灭去。虽能影响一些战局，可却对他自身没有丝毫的威胁。但如今则截然不同，在那藏宫内，若是换了其他人，哪怕就算是元婴，也几乎不可能在他的手中活到现在，更别说一个结丹大圆满了。可这一切，白小纯做到了，不但做到了，甚至还让红尘女这里灰头土脸。尤其是一想到白小纯手中居然有3个天人魂，红尘女就无法平静。此人身上有大秘密，他如今已经快要成长起来了，若再给他一些时间，怕是此人以后的可怕程度要比今天还要惊人，会成为大患。且我与他之间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若放过了他，岂能甘心？红尘女银牙一咬，在身体即将要被传送，甚至都开始模糊的瞬间，猛地靠近了白小纯。他右手抬起，就要去对白小纯这里进行最后的灭杀，让他死在这里，死在眼前，他才可安心。实在是白小纯这里的难杀程度及未来可能成长的高度，让他都生起了忌惮之意。眼看危机，白小纯虽被传送，虽身体飞速模糊，可按照这个速度去看，怕是他在被传送出去的一瞬，红尘女的灭杀也会到来，十有八九将会魂飞魄散。就算是传送出去了，也将化作一具尸体。就在这一刹那，白小纯无神的双眼陡然露出了金芒，似体内最后一缕生机在这危机的逼迫下骤然迸发。他身体无法动弹，他修为几乎枯萎，他肉身受伤极为严重，可他不想死，他想要活着，他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去做，他还没有长生，我要长生，我不能死。白小纯内心似有一个声音在疯狂怒吼，他眼帘垂下盖住双眼，而他的眉心上通天法眼此时蓦然睁开。不仅仅是他本尊如此，在他体内的3大分身全部都在这一刹那眉心出现了通天法眼，仿佛是4个通天法眼重叠在了一起，在这一刻猛地看向红尘女，轰轰轰！通天法眼内，白小纯的玉力在这一瞬全面爆发出来，哪怕是通天法眼都剧烈刺痛，仿佛要碎灭，可他依旧还是不管不顾，怒目凝望红尘女。轰鸣中，红尘女冲来的身影在这半空中猛地一顿，这停顿只是刹那就立刻恢复，可终究还是顿了一下。这一顿，白小纯通天法眼鲜血流下，身体直接模糊，传送之力彻底展开，在那传送之力下骤然消失。几乎在他消失的同时，
红尘女的右手形成的术法，直接就从白小纯方才所在的地方徒劳穿过白小纯。红尘女身体颤抖，声音尖利，她的目中露出仇恨，死死地盯着白小纯消失的地方。她自己的身影也在这一刻模糊消散，在那传送之力下无影无踪。随着二人的陆续传送，这整个地宫内传送之光不断的爆发，一道道身影刹那消失。神算子、赵龙、宋缺，无论是长城修士还是蛮荒魂修土著，都是如此。在这一一散去时，迷宫彻底坍塌下来。而在外界看去，这一刻迷宫所在的地面传出滔天轰鸣，正飞速的凹陷。在那传送展开的一瞬，这方圆数万里的地面直接爆发出了一道惊天而起的白色光柱，取代了之前的9道黑色光柱，成为了唯一，冲天而起，在苍穹中形成了一圈圈涟漪，向着四方扩散。白灵也好，蛮荒的魂修土著也好，双方大军在远处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后，一个个都心神震撼不止。他们到了现在也都依旧不知晓地宫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直至1个月后，才有消息陆续的被长城与蛮荒知晓，白灵等人才明白地宫传送阵法的开启，将里面当时的所有人都直接的传送到了蛮荒内的各个区域里，有的距离很近，有的则距离极远，还有的似乎被传送到了蛮荒深处，那是就连传音玉简也都无法联系的地方。随着不多的一些长城修士归来，当试炼之地内的修士也有人九死一生回到了长城后，有关白小纯的事情顿时就传开，这个名字再次轰动蛮荒，响彻长城试炼之地第一人，第一个踏入藏宫内。且在红尘女踏入藏宫后，二人之间似有激战，最终藏宫崩溃。在红尘女的击杀下，白小纯当时竟然好像还活着。直至传送展开，至于白小纯最终是死是活，成为了一个悬案，除了红尘女，无人知晓。直至第2个月后，蛮荒方面，红尘女再次追加对白小纯的悬赏，将这悬赏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5份天兽魂、1份天人魂悬赏白小纯。此事一出，蛮荒、长城尽皆震撼。要知道必杀榜上，就算是陈鹤天也都没有给出这个悬赏，瞬间白小纯的名字就成为了蛮荒必杀榜上的第一。也正是此事，让长城方面知道白小纯应该是没死。没死就好，没死就好。小纯，这次是我对不住你。长城内，白灵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壶酒，长出口气，脸上露出感慨与惆怅，遥望远方。可是你到底在哪儿？今天是大年30，给大家先拜年了。恰好在这农历2016年的最后一天，本卷结束了，明天大年初1开始下一卷人生巅峰。蛮荒很大，具体多大，很少有人能说出具体，可几乎每一个对这世界有所了解的修士都可以说出蛮荒的大概大小。因为这片世界如果是一个圆圈的话，中间是通天海，四周蔓延出4条大河，那些支流也好，溪流也罢，又或者是墨游，都如数之一眼，顺着4条大河去展开。通天河所在的地方就是通天的世界，而通天河无法蔓延的地方，占据了这圆圈几乎1半区域的位置，那里就是蛮荒。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长城外皆为蛮荒。通天世界内4条大河中间的区域都有长城，这4段长城如同大门，锁死了蛮荒的同时，也封闭了通天世界。如果能站在一个足够的高度低头去看，可以看到这4段长城连接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圆圈，仿佛大小2个圆圈套在了一起，如2个同心圆。内圈是通天世界，内圈与外圈之间的区域则是蛮荒。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绕着蛮荒走一圈，只要可以成功通过，那么就不需要通天海的航行去到东西南北任何一条河脉所在。而此刻在这蛮荒的深处，一片未知的区域里，有一处似乎没有边际的丛林，丛林无比茂密，放眼看去，无数参天大树，其树冠几乎都连接在了一起，能将阳光分割的支离破碎，散落在树冠下这片弥漫了腐烂的沼泽之地。整个蛮荒如这样的丛林多不胜数，这里虽没有通天河的灵力，可对于万物生长没有丝毫影响，甚至仿佛是少去了某种束缚，使得蛮荒中的草木也好，土著也罢，在身躯方面都极为粗壮。在其中一棵大树下，这里四周有大量的白骨，还有一些飞鸟的毛发，以及被啃咬后的碎骨。在这堆骨头的中间，靠着大树坐着一个人，此人头发脏乱，甚至有些打结，正不断地撕扯手中的鸟兽之肉，向嘴里不停地塞着，发出阵阵咀嚼的声音。这声音在这静谧下显得很可怕，仿佛此人已饥饿到了极致，生肉都无所谓了。且看这四周的兽骨，显然这个家伙这一顿饭吃下的数量实在太多，十分恐怖。而在不远处另一棵大树下，竟有一具尸骸。这尸骸躺在那里，似死亡了数月之久。尸骸已经腐烂了好多，样子有些看不清了。不过从衣着去看，似乎是一个修士，且其旁还有一个储物袋。活着的，正在疯狂啃咬肉食的，是白小纯。死去的那个人，白小纯也想知道他是谁。2个月前，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白小纯被传送到了这里。处于重伤状态的他，
挣扎地爬到了这棵大树下后，用最后的灵力勉强地取出了受损的永夜伞，插在了旁边。凭着此伞的威压来保护自己后，他就失去了一切力气，只能躺在那里一动也动不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在不远处那棵大树下躺着的一个青年。这青年当时还没死，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白小纯，似乎觉得不可思议，又觉得匪夷所思。二人无力说话，只是大眼瞪小眼。看了半晌后，这青年却脑袋一歪，就这么的死了。他这么一死，白小纯也吓了一跳，紧张起来。可惜身体无法移动，虚弱的感觉浮现全身，而心绪的波动使得这疲惫加剧，于是昏迷过去。醒来时已是7、8天后了，可惜身体依旧无法移动。这次他的伤势实在太重，说是重伤濒死都不为过。且这里的灵力枯竭，白小纯想要恢复需要的时间更多不说，就连储物袋也都没有灵力，暂时无法打开。在他的四周还存在了不少的野兽尸体，这些尸体白小纯记得昏迷前是没有的，显然是在他昏迷的这几天，这些野兽靠近后被永夜伞的威压震死。同时，另一棵大树下那青年的尸体也因此被保存下来。好在我拿出的是永夜伞，不然的话，估计我醒来时会看到自己再被一口口吃掉。白小纯苦着脸，心底叹气，看着天空发呆，心中满是悲愤。想我堂堂万夫长，却落到了如此地步，红尘老女，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知道你家白爷爷的厉害，还有陈鹤天，我和你绝不两立。哎，这一次伤势太重了，白小纯想要哭，越想越是悲愤莫名。他脖子不能动，只能眼珠子四下乱看，看着这里陌生的环境，他就心头担心的颤抖。好半晌，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从这里没有通天河的灵气来判断，他就知道自己被传送到了蛮荒中。许久，白小纯心底长叹，这么发呆实在无聊，于是他斜眼看向那棵大树下的尸体。致死的原因，白小纯当时看不出来，此刻也渐渐看出了端倪。这青年的尸体透出黑色，显然是死在了某种有毒的术法之下。此毒摧心，使得这青年心火燃烧，不但枯萎了心脉，更毒发了全身。看着看着，白小纯疲惫感又开始浮现，再次昏迷过去。下一次睁开眼时，又过去了7、8天。这一次，他明显感觉自己的头可以晃动了，身体也不再是麻木的没有知觉，而是出现了刺痛，仿佛有无数根针正在刺入。这感觉让白小纯很是难熬，可心中却松了口气。还好，能痛了，就说明在慢慢恢复了。白小纯心底喃喃，眼巴巴地看着四周的鸟兽尸体更多了一些。他觉得自己饿得要晕了，可惜只是头可以晃动，身体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力气，于是只能咽下一口唾沫，继续发呆后，又看向那具尸体，不由得又研究起来。是个修士，修为大概也就是筑基初期，不是与我一样从地宫传送出来的，而是此地的魂修，看其样子似乎是逃命。白小纯也没在意，他琢磨着自己在这里估计大半个月了，也没见到其他人，想来也不会有人再来了。就算是真来了，他也没办法就这样。时间流逝中，白小纯对于这尸体的观察也很是频繁，他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那尸体腐烂，得出了很多的结论。不像是散修，应该是某个家族的族人，记得他死前的样子很是憔悴，更有不甘心，应该是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心愿。年纪不大，很年轻，样子还算俊朗，比我差一点。白小纯时不时低语，他实在是没其他事做了，只能慢慢休养中、难熬中不断地观察那具尸体，直至看无可看，白小纯再次昏睡。终于在2个月后的这一天，当白小纯再次睁开双眼时，他激动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可以动弹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挣扎地爬起，扑向不远处的一头被永夜伞的威压震死不久的一头野兽而去，直接一口就撕咬起来。2个月，他已经饿得眼睛都绿了，尤其是身体需要恢复，他觉得自己都快要空了。这一顿饭，他几乎将这4周能吃的全部都吃了，就连那些巴掌大小的飞鸟也都不放过，拔了毛就啃。越吃，他的身体就越是温暖起来，甚至力气也都慢慢的大了。到了最后，当白小纯将这4周的一切能吃的都吃光时，他摸着自己的肚子，觉得自己这才真的活了过来。我又回来了！白小纯激动的大吼一声，振奋中带着劫后余生的侥幸，回想在藏宫的一幕幕。白小纯觉得自己这一次是真的大半只脚踏到了鬼门关内。感慨时，白小纯看向那具尸体：“这位兄弟，这2个月多谢你陪伴，我们能在这里相遇，也算你我的缘分。有机会我会帮你报仇的。”白小纯轻声低语，走了过去，捡起了这尸体边上的储物袋。与此同时，在白小纯所在的丛林外，有一处秃山。此刻在此山上有一处山洞，山洞里盘膝坐着一人，正在打坐。他的前方有7、8具尸体，这些尸体看起来修为都是筑基的样子，一个个皮包骨，似生前被人吸走了血肉。片刻后，这打坐之人猛地睁开双眼，目中却没有精芒，而是暗淡很多，似乎有伤势在身。他看都不看满地的尸体，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空空的眉心，咬牙切齿：“白小纯，你虽死了，可你给我周一星带来的羞辱，
我有朝一日必定千倍万倍的回报到你的亲人朋友身上。此人正是周一星。大年初一，祝大家新年快乐，高高兴兴，红包抢到爽！从林内，白小纯拿着储物袋看了看眼前的骸骨，觉得自己被传送到了这里，对方陪伴了自己2个月，也算有缘，于是叹了口气：“这位兄弟，我帮你挖个坑埋了吧。”白小纯说着，感受了一些自己此刻的身体正在飞速的恢复，唯独体内灵力的补充极慢，到了如今也还不足以支撑打开储物袋。他深吸口气，用永夜伞在这地面挖出了一个大坑后，将那青年的骸骨放入进去。你别着急，我估计再等几天，我体内灵力就可以支撑开启一次储物袋了，到时候就能看看你的口袋里有些什么，说不定能找到你的名字，为你立一个墓碑。白小纯拍了拍尘土，回到了大树下，坐在那里试图去吐纳修行。可惜这蛮荒没有丝毫灵力，他只能依靠自身的恢复，从全身血肉中长年累月残留的丝丝灵药余留里去慢慢的吸取灵力。时间流逝，数日后，天空阴沉，虽是黄昏，可阳光却是暗淡，这整个丛林看起来也都昏暗不明。盘膝打坐的白小纯，他双眼缓缓睁开，在双目开合的刹那，有一抹金芒在他目中猛地闪过，灵力恢复了一些。白小纯很是振奋，心脏都加速跳动。在这陌生的地方，体内灵力枯竭，让他感觉严重缺少安全感。此刻呼吸略急，一拍储物袋，立刻他的储物袋光芒闪耀，直接飞出了一个药瓶。这是一瓶灵液，一把拿住灵液，白小纯振奋地将其咕嘟咕嘟一口气全部喝完，灵液入体，顿时就化作涓涓细流，向着他全身经脉急速扩散。这细流很是清凉，蔓延经脉时，仿佛是干枯的大地被甘露滋润，那种舒服的感觉让白小纯全身都酥麻了。就是这个感觉，白小纯眼圈里都有了泪花。他深吸口气，立刻修为运转，不浪费一丝一毫，去将这灵液在体内融化后形成灵力。数个时辰后，白小纯狂笑而起，他的目中有炯炯光芒，体内灵力虽只恢复了半成左右，可对白小纯来说，这半成修为足以让他开启储物袋太多次了。此刻再次打开储物袋，他一口气拿出了10多瓶灵液，全部喝下后，再次静坐吐纳，体内灵力轰鸣而起，四散全身。时间流逝，一晃过去了3天。3天后的晌午，当白小纯再次睁开双眼后，他的泪水流下，终于彻底恢复了，不容易啊！我身体也好，修为也罢，都恢复了。红尘老女，你给你白爷爷等着！白小纯狂笑起身，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灵力后，他精神抖擞的发现自己似乎比以前还要强了一些。似乎经历了那生死之战后，自己虽还是金丹大圆满，可无论是肉身之力还是修为，都明显增加了不少。尤其是肉身，那种时刻触摸桎梏的感觉，让白小纯隐隐觉得似乎随时可以冲破桎梏。这种感觉让白小纯慨叹极多，尤其是想到与红尘女的那一战，他更是觉得自己仿佛真的死了一次。白小纯深吸口气，再次看向四周时，之前升起的振奋又被冲淡了不少。他有些发愁，我需要知道自己在哪个方向，这里是蛮荒，太危险了，要赶紧回长城。白小纯一想到若是被人知晓自己的身份，怕是会有太多蛮荒的魂修与土著要来生生剐了自己。想到自己被人千刀万剐的样子，白小纯就哆嗦了一下，愁眉苦脸时看到了一旁的坟包，随手就打开了那具尸体遗留的储物袋。这储物袋内杂物很多，里面绝大多数对白小纯而言根本就没有丝毫用处，毕竟这只是一个筑基初期修士的储物袋而已。白小纯的重点是放在里面的一些古简上，这些古简与玉简作用一样，都可以记录信息。翻了一圈，白小纯找到了3枚古简，拿在手中后，他灵识散出，融入其内，一一翻看，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第1枚古简是一幅地图，这地图不算小，将这附近4方的区域都描述在内，可白小纯看了半天也都没看出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他找不到标注物去判断这里距离长城有多远。这样不行啊！白小纯有些着急，又看向第2枚古简，看完后他双目一闪，转头望着坟包。你叫白浩？白小纯喃喃低语。这古简内很详细的记录了那死去的青年的身份，似乎是其遗言在死前留下。此人叫做白浩，是距离这里有些范围的一个炼魂世家的庶子，似乎不受待见，在家族里招惹了不该招惹之人，这才被族人暗中追杀，陨落在此。而他所在的炼魂家族似乎不算小，名气极大的样子。炼魂世家，白小纯心下思忖，看向第3枚古简，一看之下，白小纯目光闪动。这古简内记录的虽不是白小纯所要的信息，可却与炼魂师有关，且里面的内容大都是白小纯在长城中并不是很清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这古简内就是一部炼魂师的入门之法。而开篇的几句话就让白小纯心神猛地震动起来，甚至吸了口气。炼魂魂非重点，炼字才是关键所在。所谓炼魂师，集合炼灵、炼药、炼宝于一体，因一切以魂为根本，故而称呼为炼魂师。白小纯之前对于蛮荒具备多次炼灵之宝就觉得很奇怪，甚至心中也有些猜测，
此刻在看到这玉简后，他顿时豁然明朗，继续看去。渐渐的，当他把这古简都看完后，白小纯站在那里，整个人都呆了一下。蛮荒在他眼中似乎也不是如曾经那样的神秘，仿佛一切都有了线条，勾勒在一起后，形成了完整的画面。整个蛮荒最底层的是一个个土著的部落，这些部落内的土著巨人如未开化般，属于被奴役的一层。一般来说，都会去供奉几个魂修作为他们的守护者。而魂修在蛮荒大地上，对于土著而言高高在上，他们与修士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后者是依靠通天河的灵力修行，而他们则是依靠炼魂师炼制出的魂元来修行。整个蛮荒大地，魂修的数量虽不如土著，可也不少，有的来自家族，有的来自一个个大势力，还有很多都是散修般的存在。至于炼魂师，则是蛮荒大地上的贵族，任何一个炼魂师，其地位都很尊高。他们不但可以炼制魂元，供天下魂修修炼，还可以炼制出法宝，甚至还能为法宝加持炼灵。这一切都使得炼魂师在蛮荒大地始终保持着核心地位。而炼魂师也有层次之分，判断他们层次的方式就是火。蛮荒的炼魂师与通天大陆的炼灵师看似相同，可也有根本的不一样。通天大陆的炼灵师需要去寻找炼灵的材料与多色火的燃料才可，而蛮荒的炼魂师他们不需要任何材料，炼灵对他们而言虽一样存在了很高的失败率，可根本来说在材料上只是需要火而已。这火世间根本就不存在，需要他们自行用不同的魂按照配方去炼制出来。能炼制出一色火就可以成为一品炼魂师，若能炼制出四色火则晋升为二品，如果能炼制出七色火，立刻便被视为三品炼魂师。处于这三个层次的炼魂师占据了蛮荒炼魂师的大部分。至于十色火则是一品巅峰，能达到这种程度的炼魂师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因为一品巅峰之后，炼魂师将会进入一个蜕变的阶段，此阶段分为天地玄黄，能炼制出11色火就是黄品炼魂师。整个蛮荒任何一个黄品炼魂师走出去都可以威慑八方，而更进一步的玄品炼魂师数量更少，任何一个炼魂家族内，玄品炼魂师都已经是巅峰了，属于大长老甚至家族底蕴般的存在。因为想要成为玄品，需炼制出15色火。至于地品，那是传送中的存在，整个蛮荒大地上，地品炼魂师只有3人而已。成为地品的关键就是18色火。在地品之上，还有一个层次，那是天品炼魂师。可古往今来，在蛮荒大地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是理论上应该有这样的级别，所以才流传至今。想要成为天品，需炼制出21色火。炼魂就是炼灵。白小纯低语念叨着，看着手中的古简，他心神无法平静。尤其是这古简内描述，在蛮荒所有的多色火都是炼魂师自己炼制出来，这就让白小纯的心脏疯狂的跳动。从1色火直至14色火，在蛮荒内，随着一代代人的研究，早已钻研出了配方，甚至这配方并非一种，而是很多种。在蛮荒，1色火到14色火的配方并非绝密，虽不是任何一个炼魂师都可以掌握，可任何一个炼魂师家内都有记录。只有15色火的配方才是一些中等家族也都没有的绝密，唯独一些大的炼魂家族又或者是大势力才会具备。而16色火的配方更是绝密中的绝密。可无论如何，这一切都等于是在炼灵方面，蛮荒超越了通天大陆很大一截，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虽然这古简上也说了，有多色火并不代表一定可以炼灵成功，越是高层次的炼灵，失败的几率就越大。这一点与通天大陆的炼灵一样，失败后物品会崩溃碎灭。可白小纯还是感觉仿佛在这里才是炼灵的起源之地。一想起这里居然能自行炼制多色火，更是以此划分了炼魂师的层次后，白小纯呼吸都变快起来。我若是有多色火的配方，白小纯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他有龟纹锅，对于别人来说，比如炼制出14色火，并不代表可以在法宝上炼灵14次成功，可对白小纯而言，只要有火，就一定必成。这一切让他心惊神摇，激动无比。同时，这古简内除记录了炼魂师的层次外，也描述了所谓的魂元，也就是魂药。这是让蛮荒魂修用来修行之物，如同灵石一般，在这蛮荒内属于货币一样的存在。这魂药的形成并不难，只是在炼制多色火时，在即将成火的那一瞬停下，不让其成火，那么就可形成魂药。而10色火以下的魂药都是下品，根据不同数的火分为不同份，比如1色火形成的魂药就是1份下品魂药，而10色魂形成的魂药就是10份下品魂药。只有用11色火形成的魂药才可以称之为中品魂药，价值不菲。也就是说，中品魂药唯有黄品炼魂师才可以炼制出来。至于上品魂药极为少见，那是唯有15色火才可形成的魂元。传说中还有一种魂药被称之为极品，可也只是传说，因为这种极品魂药需21色火才可形成。这一切也正是使得蛮荒的炼魂师崛起的原因所在。对外，他们可以炼魂药供人修行，
可以炼魂附加灵纹，形成炼灵的魂宝。对内，炼魂师还具备得天独厚、非炼魂师无法掌握的一点，那就是炼魂为魂奴。他们可以驱使大量的冤魂为奴，随身携带，出手时往往魂奴大片而出，不但可以用来杀敌，更是可以随时将魂奴炼制为魂药。多色火可以说，炼魂师如同全能一般。白小纯在看完了古简后，这是他脑海里最强烈的感受。炼魂师似乎无所不能，白小纯不由得想到自己在试炼之地炼灵后看到的那一幕幕，又回想着炼魂师的全能。他真的感觉这炼魂师不但是蛮荒的贵族，更像是这片天地的亲儿子。我要成为炼魂师！白小纯目中露出狂热，死死地抓着古简。半晌之后，赶紧低头在白浩的储物袋内继续寻找。可找了半晌，白小纯有些苦恼地发现，白浩的储物袋内居然没有古简上所说的多色火的配方。这白浩修为太弱，又或者是他在其家族地位太低，所以没有多色火的配方。白小纯有些郁闷，看了坟包一眼，上前右手抬起一挥，立刻在那坟包旁的大树上刻下了一行字：白浩之墓。做完这一切，白小纯向着坟墓抱拳一拜，转身一晃，离开了此地。虽炼魂师之事让白小纯心动，可他也明白，眼下自己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搞清楚自己所在之处距离长城有多远，还是要改变一下样子为妙。白小纯沉吟中取出面具贴在了脸上后，容颜改变时，他脑海里浮现出白浩生前的样子，渐渐的，面具上的面孔化作了白浩。就暂时先用白浩的身份吧。白小纯展开速度，疾驰远去。不过这面具也有一个弊端，前行时，白小纯皱起眉头。他知道这面具本就是来自蛮荒，在这蛮荒内存在了一股惊人的势力，他们可以通过面具找到自己，能通过这面具找到我，说明在这面具上存在了一个我察觉不到的烙印，这烙印属于他们，所以才可做到这一点。白小纯沉吟，虽那个势力似乎对自己没有太多敌意，可白小纯不敢去赌。半晌后，他双眼一闪，想到了在试炼之地，自己炼灵后，那片叶子在第11次时状态改变，所有的烙印都被抹去，出现了重新认主的一幕。白小纯若有所思，这是一个好办法。白小纯打定主意，速度更快，按照地图古简上的标注，向着丛林边缘急速前行。就在白小纯离去不久，他之前所在的地方，在那坟包外，此刻四周无声无息间出现了阵阵灰色的迷雾，这雾气眨眼就覆盖了四方。很快的，这雾气在这扩散中越发的浓密。与此同时，阵阵似乎踩着碎叶的脚步声从这雾气里一步步传来，可以隐隐看到，在这雾气内有一个身影正慢慢的前行，走到了白浩的坟墓旁，这才停下。这是一个老者，穿着灰色的长袍，面无表情。如果白小纯在这里，他可以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守灵人。此刻，这老者默默地看着坟包，半晌后抬起头，又看向白小纯离去的方向，许久许久，才收回了目光，转身随着雾气又渐渐远去了。在白小纯于这丛林内疾驰，距离边缘区域越来越近时，在丛林外一处秃山上，周一星也走出了山洞。他面色此刻恢复了不少，目中的光芒也比之前明亮了一些，整个人不说恢复如常，可至少也恢复了七七八八。只是一想到自己在那迷宫内的损失，周一星就心底郁闷，咬牙切齿。都怪那个白小纯，此人死不足惜。周一星冷哼一声，看了看四周后，重新开始布置一番。他也是2个多月前被传送到了这里，因在迷宫内伤势不轻，试炼之地里也没有恢复过来。而到了这里后，他又运气很好的遇到了几个筑基魂修路过，于是用了余力出手，将那几个筑基魂修灭杀后，以秘法吞噬了他们的血肉与修为，使得伤势恢复了一些。可他知道，虽自己是炼魂师，可这片区域不是自己家族的领地，甚至距离极其遥远，在这陌生的地方，就算是他也都有生命危险。于是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这里布置了禁制，准备疗伤。2个月来，这禁制内竟陆续有魂修无意中闯入进来，最终成为了他疗伤的养分。这片丛林，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应该就是临了如此来判断。这里距离我家族所在也太远了。周一星皱着眉头，暗叹一声，此地应该是巨鬼王的势力范围。巨鬼王那是蛮荒4大天王之一，自身半神修为，麾下有5大天人。我若想离开，怎么的也要去一趟王城，用那里的传送阵才可。周一星思索时，将这秃山四周的禁制重新布置了一番。这林外来往的魂修应该不少，再吞噬一些后，等我修为彻底恢复，就离开这里去巨鬼城。周一星打定主意，正要回山洞打坐，可却神色一动，抬头看向丛林方向时，看到了一道身影正呼啸飞出。